政府负债有国家兜底，央企负债有国家兜底，我们全民负债，请问谁来给我们兜底呀？第二，我想问问这些狗屁专家，我们负债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一天到晚刺激消费，刺激消费，请问我们穷苦人有钱了还需要刺激吗？干点人事吧，别他妈的一天天的来研究我们了，呸，啥也不是。我们现在来领那个浦发的1万块小朋友的啊，带他的这个卡，我们家小孩也有卡哈，然后直接就可以领。在台湾银联卡哈，也可以取出台币，特别方便。小朋友的1万块到手了啊，很简单就取出来了。你觉得这样的公家好不好？我们的专家研究了很多惠民补贴。很香，9年制义务教育免费，生3胎2胎补贴，对，购房购车购买家用电器都有补贴，对，高温有补贴，取暖有补贴，看病有补贴，种田有补贴。台湾同胞们，两岸血浓于水，都是一家人，别再执迷不被忽悠了，回来享福吧！哎呦我的妈！别在那边受苦了。汪汪又在搞事了。前几天汪汪不是每人发了1万台币吗？最近他们又规定外卖小哥的最低时薪不得低于246台币。你以为这就完了？现在更过分，他们竟然为善四修三这种堕落的行为做调查、做准备了。难道你们不知道996和007那是福报吗？你们这样搞只会不利于年轻人奋斗啊！身为同胞的我们，劝你们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特朗普向低收入人群发放2000美金，台湾向民众发放1万新台币，但是我们这儿也发钱了，一个人400。我发现那天天去通知让去领钱，还领钱的积极性都不高，还都不愿意去领，这个为啥嘞？你们那儿发400了没有啊？我们这是发了啊，到现在还都没去领嘞。接下来看到这个消息可能让很多的台湾上班族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因为可能有机会呢周休3日。因为日前有民众在公共政策平台上面就提案了，说想要推动4天的工作制，也就是呢每个礼拜上4天班，然后呢放假3天。这个提案出来之后呢，就超过5000多人附议，而且呢在10月7号已经通过了，因此政府呢必须在12月7日前，就是下个礼拜要给出回应。而未来呢，如果真的实施周休3日的话，如果加入今年台湾总共34天的国定假期之后呢，其实1年总共算下来，总共要上班175天，休息190天。而这个提案的主要内容主要就是想要倡议，希望可以提升工作跟生活有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而且呢可以吸引跟留住人才。因为从国际数据来看其实呢台湾的上班族工时真的非常的长，而且呢在全世界可以说是名列前茅。像是根据统计，台湾劳工呢，其实在去年平均的工时是2030个小时，而在2023年的时候呢，平均工时来到了2020个小时。而这样的数字呢，其实呢都是在全球是名列前5名的。但是呢，现在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周休3日，现在看起来有希望，但是真的能上路吗？其实现在还不一定但是呢，相信很多的受薪族群已经非常期待了。是不是疯了？台湾现在每个人都发钱，而且没有任何限制，每个人发1万块，就算是外国人得到了永居的许可都可以，而且刚出生的婴儿都有啊。这种台湾他现在是想干嘛了？台湾他就是想要拉拢人心，然后呢，我觉得我们这边怎么应对呢？我觉得我们这边也可以，不管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我们都一起每个人发1万块人民币，他们发1万台币，我们就发1万人民币，这样的话这个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你们觉得呢？刚刷到台湾发钱的新闻，
这波操作还是有点那啥哈。他给每人发1万台币，约2000多人民币，没门槛没限制，婴儿也能领，在咱们大陆工作的台湾人也有，连拿到永居权的外国人也都有份，这样就会有点麻烦了啊。这波操作就会导致我们很多人都会羡慕，这明显就是一种很恶毒的行为嘛，对吧？不过评论区也有不少网友给出建议，觉得我们这边应该反杀过去，既然要一视同仁，那大陆干脆也安排上，不管是大陆同胞还是台湾同胞，咱们干脆每人也发1万，发1万人民币，彰显大国实力嘛，反向让他们羡慕，这样既化解了尴尬，也拉动了内需，这波操作简直完美，你觉得呢？老师，我们刺激消费为啥不发钱？你比如说我们的台湾这2天刚发钱，每个人发1万台币，换算成咱们人民币，那1万块钱大概在2000多块钱人民币，每个人刚发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台湾可以这么做，我们内地不能这么做？包括很多西方国家有时候也这样，他们也经常发钱。其实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在西方这些国家他们那帮老百姓，他们经济的增长的逻辑就是靠消费拉动，所以当地发了钱，老百姓立马会花掉。这个钱一旦花掉，就参与了市场的流通，一旦参与了市场的流通，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另一个人的收入，他收入高了，他就愿意支出，所以经济很快就刺激起来了。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小时候咱那个农村里面不有压水井吗？这个压水井对吧，你不用的时候它是不是就不出水了？你想让它再出水怎么办？你舀一瓢饮水，这个饮水放进去，你再压它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发钱就像这个饮水一样，那在我们这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大家还埋怨人家就发钱，为什么不给我们发？确实发了没用，他不是不给你发，因为他给你发了之后，你立马就存起来，明白了吗？你为什么要存起来？因为我们没有退路，我们没有安全感，明白了吗？你在一个，比如说我时时刻刻担心我工作找不着，时时刻刻担心我35岁被公司优化掉，时时刻刻我是担心生一场大病，我时时刻刻担心我退休之后没钱，所以我们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存钱，你明白吗？所以你看老外为什么愿意发钱？我们上次这个带了一帮同学到硅谷去访学，人家那个导游特别提醒我们，他说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消费的时候，很容易从兜里一拿一大叠就美金这个在美国都是没见过的，好吧？谁要从兜里一拿一叠甚至100的，那在美国就觉得很稀罕的一个事情，明白了吧？他告诉我们千万别这样，你这样的话你反而风险很大。他们都不存钱，有多少钱花多少钱，甚至挣1000我想花2000，明白吗？所以你就知道他背后的逻辑在这儿了台湾政府开始发钱了。最近呢，台湾所有的老百姓都普发1万块新台币。那1万块新台币呢，相当于人民币2200到2300这样子。今天早上呢，我小孩的姑姑打电话来说，你们可以回来台湾领钱了。我也有，因为我是嫁过去的，在台湾用的是长期的永久居留证，只要持有永居证是可以享受当地所有的福利政策。那为什么要发钱呢？是促进消费吗？还是因为台湾经济衰退不景气了吗？真实的情况好像是说，因为政府它超收人民的税，所以说它要把超收的这个部分然后还给大家，并不是促进消费。什么原因不重要啦，只要有钱拿就好了。为什么中国有些经济学家特别憎恨给老百姓发钱呢？2023年呢，刺激消费的口号是喊了一遍又一遍。2024年刺激消费也将是中国经济增速的主旋律，但是刺激消费最有用的手段全民发钱却一直被一些经济学家所阻碍。是什么让这些人一直不赞同全民发钱？总是有一部分人说全民发钱不就等于全民都没有发钱吗？说这样话的人不是蠢就是坏。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假设富人拥有99元，穷人拥有1元，两者的差距呢是99倍，但是全民发钱1元，富人呢就变成了100元，而穷人则拥有了2元，两者的差距呢只有50倍了，两者之间的差距瞬间少了一半。再举一个现实生活中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月薪5000元和月薪5万元的生活差距有多少？有人说那不就是10倍吗？这么简单的算术题我还是会算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基础维持生命的开支，假设是4000元，
这个时候月薪5000元的只剩下了1000元，而月薪5万元的还剩余4万6千元，两者的实际生活差距变成了46倍。而这个时候全民发钱1000元，两者的差距又瞬间缩小成了23倍。全民发钱能快速缩小贫富差距，并且刺激消费。事实上，国家一直在发钱，只不过不是全民发钱而已。台湾近期呢，每个人发1万台币，大概折合咱们的人民币应该是2000多块钱，应该是不到2500，2023好像是，人人有份儿。它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全民普发，只要你有身份证，就人人都有这个钱儿。不管是婴儿啊还是老人呢，就甚至你预产期你肚子里那个，你只要你的预产期在它这个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它是预产期，你都可以登记领取。是从11月5号的上午8号起开放。前5天呢，按照这个身份证号、居住证这个尾号来分流。11月5号尾数是01可以登记，然后11月6号呢尾数23可以登记，11月7号呢就是尾数45可以登记，11月8号尾数67可以登记，11月9号呢就是尾数8和9可以登记，11月10号起就不限尾数了，皆可登记，就所有人都可以登记。登记呢，截止日期至115年4月30号。登记完了以后，你直接到指定的这个取款机上，就拿着你的提款卡跟这个保健卡，你进去登个记，然后你就可以取款了。就是台湾省给每个居民发放了1万元新台币的现金，直接把我们这不少的网友给羡慕麻了。然后评论区里最经典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咱们啥时候也能人手发1万人民币？看到这我真是忍不住想说一句，朋友，你是在开玩笑吗？咱们国家有10几亿人，台湾省人口就2000多万，你说这个数量级，你稍微算个账就明白了，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其次呢，还有一部分网友他理解不了为什么政府要直接发钱。其实这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很简单，就是用现金来刺激消费。当经济面临压力的时候呢，政府通过直接发放现金，鼓励民众去花钱，让整个经济的齿轮重新快速转动起来。这个不只是台湾，像日本、美国、新加坡等等很多国家和地区，在特殊的时期都采用过类似的一个策略。所以发钱就像是一剂强心剂，目标是立竿见影的拉动消费。但是这样的方法对于我们这样体量的国家来说，需要权衡很多方面的东西。特朗普给曾低收入的发2000美金，台湾给每人发1万台币。咱们的专家却说，直接发钱会削弱年轻人的奋斗欲，别戳破，别告诉他们，就让他们的年轻人生活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丧失斗志吧。呸，啥也不是。我们一直通过超发货币和发行大量的信贷业务给企业发钱，然后形成以工代赈的模式，以工资的名义提升劳动者的收入，然后再刺激消费，形成新的经济循环。这套以投资带动经济的增长，最出名的就是以上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后的美国和08年后的中国为代表。由于基建是最容易放水的地方，也成为了最容易带动就业的地方，会形成大量以工代赈的局面。所以其实在上世纪的30年代，美国也是基建狂魔，到了21世纪，基建狂魔这个身份呢给了中国而已。10年后、20年后，基建狂魔这个身份又可能会转移给印度。在基建狂魔这套逻辑里，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我们来看一下这条经济增长的链路啊，钱呢是先发给公司的，比如地产公司或者建筑公司，这些公司在招揽大量的普通劳动者进行基建项目，然后再发工资给劳动者，劳动者呢从而拿到钱去市场上进行消费。但是大家也知道，人其实是一个极度利己的动物，公司的拥有者资本家会把大量的利润留给自己，只会发少量的钱给劳动者。反正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大量的人口红利，你不干，有大量的人抢着干。但是一个国家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就是普通劳动者手上钱不多了，没有能力进行消费。但是依靠投资刺激经济的方式，大量的钱又被截留在了资本家的手里。大水漫灌的钱只不过是在1%的人手里空转而已。在基建狂魔这套逻辑里，以工代赈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分化，最终呢反而加速经济的下行。上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后的美国，依靠投资以工代赈的方式，短时间呢经济复苏了，但是马上经济又加速下行。
那还好呢，二战的爆发解决了美国生产过剩的危机，让美国才真正摆脱了经济危机。而08年后的中国依靠基建和三下乡，09年呢摆脱了生产过剩的短时间内的危机。10年后呢，美国摆脱了经济危机，中国又可以将生产过剩的产品出口到美国，继续依靠出口来带动经济的增长。所以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其实历来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全民发钱会比基建狂魔更好一点吗？在讨论全民发钱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的最严重一个问题，就是产能过剩形成的相对消费不足。简单来说就是供过于求。从居民消费价格 CPI 2023年最后3个月连续下降和2023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比2022年全年下降 3%。现在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其实已经接近了2008年后的中国，但是中国的 GDP 从2008年的32万亿增长到了现在的126万亿，随之呢，生产过剩的危机也被扩大了4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其实从内需的角度出发，年年都是生产过剩的，只不过国际需求的增长掩盖了内需不足的问题。比如08年的金融危机一下子暴露了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而2023年之后，中美的关系只会加剧恶劣，毕竟美国可不想把自己世界第一的位置拱手相让，而这个时候中国的国际需求很难会见到高额的增长，所以扩大内需呢又成为了中国头一件的大事。2023年中国对于扩大内需的调查期得非常高，但是真正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问题。全世界在经济下行下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主流有3种。第一种不用多说，中国现在就一直在用着大基建、保障房，都是为了以工代赈，间接提高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但是全世界都一样的，在这种方式下，由于钱要一层一层往下流，上游呢早就截留了大部分的钱，虽然看似提高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但是还抵消不了新增的贫富差距所带来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的大基建是富了一批人，但是有更多的人相对更穷了。未来的保障房制度也一样，能接到保障房工程的依旧继续富得流油，而且在基建狂魔逻辑下，往往出现大量的虚假繁荣工程，修了一遍又一遍的马路，造了一座又一座的水四楼、观光巷，然而却看不见有人交不起380元的新农合，有人还在为下一顿饭在哪而着急。第二种呢，就是全民发钱。2020年美国疫情爆发，大量的人口实际上失业，道琼斯指数呢从29000多点一个月的时间内直接跌到了18000点。要是在大 A 那就是从2900多点一下子跌到1800多点。美国那群人看到这种跌幅直接看傻了。美国的消费经济可是全面崩盘，没有人敢去消费。于是呢，美国开启了全民发钱。你不是没钱消费吗？我就直接给你们发钱让你们消费。而且全民发钱带来全社会的预期是钱会贬值，所以呢，原先储蓄的钱也被用来了消费，而资本家呢也为了对抗通胀，不得不将钱用于投资，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在全民发钱下，今天的道琼斯指数又创历史新高，接近38000点。但是全民发钱只是一个经济继续上升的导火索，长期想要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真正要解决的还是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而这里呢，就涉及到了第3种变相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方式，提高公共福利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正所谓省的就是赚的，福利越高呢，普通劳动者用于基础生活的开支就越小，而且可以大大减少因为面对未来不确定的风险而加大储蓄的习惯。中国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是一个家庭养老模式，因为靠社会真的养不了老。80、90后的养老按现在的方式走下去，我是很难看见靠养老金能够养活自己的条件。中国人储蓄率高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人爱存钱，而是整个社会没有兜底。我要是没点储蓄，衣食住行怎么办？医疗教育怎么办？社会呢又不给兜底。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靠自己的社会保障逻辑。我们就说发达国家里公共福利最烂的美国，美国的家庭杠杆率呢大概是75%左右，而中国的家庭杠杆率呢大概是65%左右。看数据，中国还有10%的空间可以用来消费，但是中国的消费却真的起不来了。持续下降的 CPI 和 PPI 在告诉我们，中国人不敢消费了。
美国的中产和底层为什么敢于花钱？因为在他们的社会环境中，生存是有保底的。没饭吃的呢，可以靠食品券和食物银行；生病了呢，也可以依靠白卡制度，先看病手术再还钱。当然，这套保底制度也衍生出了美国满大街的流浪汉。但是，虽然看似难看的国家形象，却保障了普通劳动者的生存权。但是在中国，中产和底层是不敢花钱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呢，并没有给人把钱花干净的勇气。中国一直以来还是靠储蓄来保障自己的生存。简单来说呢，就是靠自己。为什么这么多的经济专家都说不能全民发钱呢？也许是这些专家经常说假话，说着说着把自己都说信了，把现在的中国的经济问题归纳为信心问题。但真的是信心问题吗？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一直抱有很大的信心啊，虽然短期有挫折有危机，但是你现在让我掏钱出来消费，一摸口袋我没钱呀。在任何的国家社会里，如果没有一双强有力的有形的手来遏制马太效应，富人呢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是必然产生的结果。任何一个国家呢其实都经历过这个循环。中国有贫富差距吗？一直存在。东部省份经济发达，地方呢财政盈余多，所以转移支付给西方经济不发达的省份。而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存在于地方与地方之间，还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呢在马太效应下越来越大。现在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问题，就需要一套针对个人的转移支付，让穷人有钱来进行消费。我一直以来都同意中国通过科技进步收割全球的经济，甚至我都同意世界其他地区打仗来支持中国的工业出口，这些呢都可以真实的提高中国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但是这些都永远无法根本性的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也无法解决我今天晚上吃什么的问题。很多人说全民发钱就会导致财政赤字，这样的方式不可持续。但是我个人觉得，很多专家的确是舒服的日子过久了，早就被资本家印下了思想钢印，他们根本无法想象或者敢去想象给自己所在的阶级加税的选项。全民发钱的钱从来都需要来自于高收入者的资本盈余，不改革现有的收入分配机制，对于中国1%的顶富阶层反而交着最少的税收。哪怕现在的中国再一次面临了经济危机，但是很多人还是刻意回避探讨数十年来社会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不公，总是在发钱和发券之间选择了发文，在提升就业和增加收入之间选择了提升信心。也许哪怕全民发钱并不能救中国的经济，但是它可以救我们的一些同胞。国家存在的最终目的应该不是只为了发展经济吧，而是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